收拾好行李出发下一站。乔治告别了女孩，到现在他终于明白了母亲那天说不要看后视镜的原因，因为一旦看了，便会被汹涌的不舍和眷恋淹没。后视镜中的风景固然美好，但远方的道路更值得去探索。安妮放下面子，来到了发誓再也不来的姐姐家，承受着姐姐的冷嘲热讽，她甚至迈出了舒适圈，到餐厅内兼职当服务生。但面对老板的责骂和客户的揩油，她毫不犹豫地予以回击，反手将热咖啡倒了男人一裤裆。当然，最后的结局是她被解雇了。生活哪有那么的容易？安妮登上她不喜欢的舞台，演绎她不喜欢的剧本。机缘巧合之下，她依靠自己独特的颜料搭配被颜料店雇佣了。凭借自己出众的样貌，她很快就将店内的生意提高了好几倍。她不仅得到了工作，还得到了一位看上去十分完美的丈夫。颜料店的店主，在学校学习的乔治写下了一篇优秀的文章，老师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希望，看上去一切都在好转。安妮的姐姐一直都没能有自己的孩子，她很嫉妒她。得知她马上就要和颜料店老板结婚，她不禁感叹妹妹总可以找到好的归宿，而自己都得循规蹈矩，生活的索然无味。现实总是会偏爱美丽的女人，对那些其貌不扬的人就得另当别论。在安妮离开匹兹堡的时间里，丈夫曾来这里找过她，但她也仅仅只是从女孩哥哥那里得到了她向西的消息。乔治的哥哥罗比喜欢刺绣，动作也很唯唯诺诺，在当时的社会上，这样的人是被歧视的。不过安妮并不把这当回事，她很爱罗比，爱他的千变万化，同样也认可他有着比自己更好的眼光。平日里大多数衣服都是他来搭配的，他把自己旅途中的每一站都记录了下来，先是波士顿，再是圣路易斯，但相比起刺绣，出演话剧才是他最爱的。经过他的不懈努力，他终于在学校中争取到了主演的机会。他邀请一家人来看，可他刚一登上台，团长就冲上来要大家退场，因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老板极其照顾罗比的情绪，他在台下绅士地为他鼓掌。单从这方面来看，安妮真的找了一个好男人。他们举办了婚礼，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型的家族聚餐。在他们聚餐的时候，远处走来了一个女人，她是老板的妻子。安妮一头雾水，事情之所以发展成这样，全是由于老板是一位精神病患者，他的家族经营着颜料连锁店，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家里人就让他经营着偏远地区的商店。老板就像个小孩，不懂得明辨是非，而且女人是他的弱点。在过去的2年时间里，他就和11个女人签订过婚约。老板的律师对安妮进行了经济上补偿，这个小插曲就这样落下了帷幕。安妮的嫁人梦也随之而破碎，她决定再次搬家，去遥远的洛杉矶，去众星云集的好莱坞帮罗比追寻演戏梦。可这一次乔治不想走了，他在这里有要好的朋友，也有着很欣赏他的老师，他要留在这里和姨妈一起住，但安妮肯定不会答应他。母子间爆发了一次剧烈的争吵，安妮怪罪于姐姐没有经过自己允许就让乔治留下来，但留在这里完全是乔治自愿的。乔治怪罪他这么多年来从不重视自己，就连自己日常生活中自己的喜好他都不知道。 I'll get in the car. But here's the deal. First you have to tell me what my shoe size is.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Or tell me what I want to be when I grow up. Does anybody know what he's talking about? What's my favorite color? Blue. Red. Yellow. Green. Hell, I don't even know what my favorite color is. All right, then. Here's an easy one. What's my favorite book? Huh? Tell me what my favorite book is and I'll go with you. I've been talking about it for the last 2 years. What is it? I don't know what your favorite book is. It's Catcher in the Rye. We have a winner. 乔治有理由不和安妮走，但他更想要得到母亲的重视。既然母亲可以为了罗比去好莱坞，那为什么自己想留在这里就不能留下？无能为力的安妮带着罗比离开了姐姐家。从不看后视镜的她总时不时在看，看着伫立在后面的儿子。虽然乔治是主动留在姨妈家的，但当母亲主动丢下他离开时，他还是大吃了一惊。不过他也没有给母亲任何的余地，他坐在那儿等着母亲开车回来把他拽进车内。可他又一次低估了他。路上母子俩靠提供顺风车来赚钱，他们赚了不少的钱，也遇见了形形色色的客户，直到他们接到了一对情侣，其中的女生和罗比一样也是去好莱坞追逐梦想。女生和罗比很聊得来，但旁边的男生却表现得十分古怪，他很沉默，似乎心中预谋着什么。终于他开口说话，让安妮把他们放在路边，没想到男人直接劫持了安妮。女人对他感到极其无奈，显然这不是男人第一次作案了。他让罗比交出身上的全部现金，要女人取下安妮手上的戒指。突然罗比从车内掏出一把手枪对准男人，那是安妮在银行中取走的。 Hell, he ain't gonna shoot nobody. I'm not? No, you're not. Do what he says and put the gun down, Robbie. I can handle this, Mom. Put down the shit, soldier boy. Make me, Ferry. Get back! Pick up the knife and get in the car now. Get back. 安妮脱离了生命危险，她看出女人应该是迫不得已和男人这滩浑水在一起的，想要带着他一起离开。在经历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她还是上车远离了邪恶的家伙。可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母子俩商量之后的行程时，女人偷走了他们的现金。她和男人事先计划了整个布局，把充满善意的安妮推入了困境。
这些天他们辛苦赚到的钱只剩下67美元。罗比联系乔治，向他讲了自己糟糕的境遇，但话说到一半就被即将赶来的安妮给打断了。姨父了解到他们的境况，让妻子把安妮留下来的钱交给乔治。原来安妮将老板交给自己的赔偿费留给了姐姐一家，全权当做他们照顾乔治的生活费。姨妈不想要还，但姨父却知道这本来就应该是乔治的。第二天，罗比开车带着母亲来到镇上。他不知道为什么来这，但他看到乔治之后，瞬间就明白了罗比的用意。他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乔治把钱还给了母亲，他要把母亲和哥哥送到最后一站。安妮弥补了生命中的缺憾，就算没钱，他也要买一本《麦田里的守望者》。生命的旅程，从放弃中重生，灵魂在痛苦里成长。于少有人走的路里，一家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赶到了洛杉矶。他们租下了一间房子，把重金买来的凯迪拉克低价卖给了别人。无论这样，这里都会是他们最后的一站。安妮在回家路上看见群众演员海报，她扯了下来带回了家。丈夫也已经在家等候多时。她通过乔治寄来的明信片找到了这昔日的旧情人相见。安妮也按捺不住心中的小躁动。丈夫这次来是接他们回去的，但她低估了自己出轨对安妮的伤害，还以为她离家出走是她对自己的测试。It's not an experiment, Dan. Whatever you say. Hey, how about you and the boys come back to New York with me tomorrow? What do you say? I can't do that. Will you love me anymore? I don't know if I love you anymore. But I do know that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Oh. Wow. Never thought I'd hear you say something like that. Neither did I. 丈夫愿意改变一切挽回破碎的感情，但安妮的回应还是一样的。离开前，丈夫还是希望妻子能给他一个重新去了解他的机会，哪怕不行能做朋友也好。丈夫离开后，安妮在厨房消化着悲伤，而她还不知道这是她见到丈夫的最后一面。母子三人全都挤进了剧组。在拍戏的时候，安妮不小心被路过的小马踩伤了脚，她也由此因祸得福结识了制片人。制片人见她有着出众的样貌和气质，便想引荐她进入演艺圈，而她把这样的机会留给了罗比。出人意料的是，制片人都没有过多的考虑，就让她明天来试戏。就这样，安妮马上就要兑现给罗比的诺言了。有那么一瞬间，乔治会觉得母亲说的话终究是对的，事情确实在往好的方向转变。然而噩耗很快就传到了他的耳边，乔治敬爱的父亲在一场演出后因心脏病发去世了。他把头埋进母亲的怀中，放声痛哭。安妮用手轻抚乔治，这是他能给到的仅有的安慰。也许故事的结局在很早之前就有过预兆，只是从来就没有人发现而已。乔治买了一张便宜的葬礼特价机票回家，他还联系了原来的学校，如果他能回去，他们愿意提供全额奖学金。在这里他没钱上那么好的学校，他很想回去，而安妮这次尊重了他的决定，他没有把他捆在自己身边。也许时至今天，他也明白了，孩子不能出去走走停停，人生是没有意义的。New York's my home. I know it is. And everybody knows if you want to be a writer, you have to live in New York. There's too much sun here in LA. It's not depressing enough. 罗比得到了梦寐以求的机会，然而他却没能把握得住。 Even if it means I have to die here. I'm sorry. Cut! Take 10, everyone! 大家对他的表现失望至极。乔治回到了学校，他在课堂上讲述了自己的暑假生活，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回忆。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和家人在一起，毕竟有家人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而不是纽约。他看见了罗比近乎糟糕的表现，他安慰他并教他应该怎样表达。Just think the scene through. They killed your parents. They killed your brothers. It's only you and your sister left, and you have to make a stand. Look, just listen to how I do it, okay? Let them come for me. I'm not moving. I'm staying right here in this land. If I have to die for it, then so be it. This is our family's land, Mary Beth, soaked with our parents' blood. We earned it. I'm staying right here. 当安妮回来的时候，乔治已经代替了罗比成为新的主角，他比罗比演得更好，原因就在于他切身经历了太多。一段时间后，罗比找到了自己适合的工作，为群众演员定制合适的衣服。母亲下定决心转变下生活重心，她离了婚，但也不需要找丈夫了，尽管她还是有很多的追求者。乔治时常回想起那段四处漂泊的旅途生涯，他们总在寻找某人来做庇护依靠，可最终他发现那其实完全没有必要，他们靠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安妮帮罗比完成了人生的最后的一站，至此，一幅充满坎坷和欢笑的地图圆满完成，属于安妮、乔治和罗比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电影由真实故事改编，讲述了美国演员乔治·汉密尔顿的亲身经历。一路上，安妮为了寻找到一个好丈夫，遇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想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却太难。她需要擦亮自己的眼睛，透过生活上的小细节去看透一个人。有时候，那些外表光鲜亮丽的人，或许是个十恶不赦的人渣。
有时候，那些外表朴实无华的人，或许是个十分难得的绅士。外表从来就不能代表一个人的内心品质，但一个人的内心品质会从人的言行举止和行事作风上反映出来。片中颜料店老板即使是患有精神疾病，但他对待安妮的态度比大多数人都要好，因为他足够的单纯。为什么他可以和11个女人签订婚约？或许不仅仅是因为他有足够多的钱，一颗真诚待人的心有时也很加分。安妮的姐姐说的没错，拥有一副好的面庞，在这个社会上总是有人眷顾。可既定的事实也没必要去抱怨，别人的长相永远都是别人的，他不会到你的身上来。做好自己其实也不比其他人差，没能被上天眷顾只是没到时候。人生中总会有人看到你的美，发现你的美。在电影中，安妮看起来像是一个最为颓废的人，不断的寻找多金的男人，不肯出去工作，这是她显而易见的缺点。但她一路上都拖着2个孩子在往前走，她是3人中可以看到生活中向好那面的人。她不是一个好母亲，她也试图在成为一个好母亲。她倔强、坚强、有底线。她曾教育乔治不要向后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时，她却做不到遵守规则。她曾一度认为要靠男人自己才能生活得很好，到了后面她才知道自己的观点一直都是错误的。没有男人，她也一样能活得很好。乔治从一个男孩蜕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男人，一路上他收获了很多，有爱情的萌发，有家庭的不和，还有着对自己的天赋的挖掘。他比哥哥罗比更适合演戏，相比起演戏，罗比更擅长给别人定制服装。虽然有点难以接受，至少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自己喜欢的或许不是自己擅长的，等你能够感知到自己不是很适合这份工作时，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死磕下去。我们追求的未必就是最好的，但在追求的过程中一定要找到合适的。生活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随性，却也没有电影般一筹莫展。请不要把情感当作赌注去玩赌博游戏，好好珍惜身边的至亲之人，毕竟家人才会是一直留在你身边的那个唯一。